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意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档 ETF， 这档 ETF 的名字叫做中国信托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 ETF。这档 ETF 的代号叫做00891，现在是还没有挂牌上市的但是呢，它在这个礼拜5月12号到5月14号之间我会募集。那如果募集成功的话呢，就会挂牌上市。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档 ETF 它跟其他的 ESG 指数的 ETF 有什么不同，以及如果我们要投资这档 ETF 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几个风险。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每个礼拜在这个频道分享有用的台美股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么事不宜迟，我们直接开始。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国信托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 ETF。那这个 ETF 呢，它的代号是00891。那我主要会分成几个部分去进行介绍。首先我今天会先介绍什么是 ESG 指数，再来的话呢，我会介绍00891这档 ETF 它有什么不同，再来我会介绍如果要投资00891这档 ETF 我们会面临的5个风险。之后呢，我会进行一个自我评量，看大家有没有真正了解这档 ETF。首先我们先介绍 ESG 永续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指数其实是一个评分的方式，对企业评分的方式，它主要分为3个标准。第一个叫做环境 environment， 第二个叫做社会责任，就是 social， 再来就是公司治理 governance。那环境的部分的话呢，不管是哪个企业，它只要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嘛。那我们就要看这个企业它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保护环境，就像是它有没有减少它温室气体的排放，或者是废弃物的处理以及废水的排放，有没有进行良好的一个控管。那这个部分就会归类在这个评分当中。那再来是 social 的部分，也就是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你这家企业对你自己的员工、对你的劳工，他的福利状况是如何，或是这家企业它有没有一些奖学金的赞助或是一些捐血活动或是一些志工的活动。那这部分就是等于是你回馈社会的部分。再来是 G 的部分的话，就是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就是最基本就是这家公司要透明化公开透明，还有它的财报会不会造假。那这部分的话呢，都会在 G 的评分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把 ESG 这个指数呢，看成是一个筛选风险的一个指数，筛选掉一些潜在风险的指数。就像是E嘛，如果你乱倒废弃物，你是会被罚款，那你这个就会在E的指数当中你就被扣分。那再来是 S 指数，就像是你对员工不好，员工罢工了，那这是会对公司的营收造成影响。那这部分的话呢，就会扣除你的 S 的一个分数。那 G 的部分就是要是你财报造假那你 G 的分数一定会特别低。那所以说你 ESG 指数就可以帮我们投资人去筛选掉一些潜在的风险。如果想要更加详细的了解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连结那我过更详细的介绍。好，那我们现在介绍完 ESG 永续发展指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ETF。然后这档 ETF 呢，它的代号是00891那它所追踪的指数是 ICE-FactSet 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指数。那这个指数的缩写呢，就是 ICE-FSTL。那在募集日期的话呢，这档 ETF 募集日期是在2015年5月12到14。那如果它顺利募集的话呢，估计在6月初的时候呢，就可以挂牌上市。那它的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保管费的话是 0.035%， 上市费的话呢是 0.03%， 经理费的话是 0.4%， 然后再来是指数授权费的话是 0.06%， 所以加起来的话大概1年要付 0.525% 的一个内扣费用。那这个费用的部分的话呢，到底是多还是少？我们可以以0050来看的话，0050它的内扣费用大概是 0.43%，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再来持股种类的部分，有30档股票，那它分为上市跟上柜，都会入选到这个指数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上柜的部分就跟其他 ETF 不太一样，其他的 ETF 通常不会纳入上柜的公司它这个 ETF 连上柜的公司都纳入，所以它的风险相对来讲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上柜的公司跟上市的公司来讲，上市的公司一定是标准是更高的好，那再来就是风险报酬等级它的风险报酬等级的话呢是 RR5。 那 RR5 是什么意思？那我后面会来讲反正它就是有 RR1 到 RR5， 那数字越大的话它风险越高，那 RR5 呢是风险最高的。好，那再来就是 Top 5 持股的部分，它联发科的话呢是 21.4%， 然后台积电的话 18.4%， 联电 11.4%， 然后再来是联咏 6.7%， 日月光 6.7%， Top 5 持股加起来就已经高达 67.6%。 那这档 ETF 它相对我们台湾的其他科技业的 ETF 来讲，它比较不一样，它的台积电竟然不是 Top 1是蛮特别的它的筛选方式，因为它有笼括一些 ESG 指数的一些筛选所以它台积电竟然不是 Top 1， 反而是联发科才是 Top 1好，再来的话就是成分股的部分它每季会进行成分股的调整为了就是要让它的股价可以趋近于它的指数的表现嘛。再来就是发行价格一股是15元台币，
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是季配息一年配发的日期是1月、4月、7月、10月。OK， 好，那这档案的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在它的中信的一个官网的话呢，可以看到相关的公开说明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选股规范跟其他的 ETF 来讲有什么不一样。首先呢，它的选股规范的话呢，它会运用 BRICS 这个行业的分类呢来进行规范。首先呢，你这家公司要录取的话呢，你的营收要 50% 是来自于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那有哪些是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呢？那我找了一下，大概就是这几种营业方式呢，都是有关于半导体产业的。所以如果它的公司呢有包含这几类的营业方式，然后超过它的营收的 50% 的话，那它就有机会纳入这个指数当中。那各位如果想要看得更仔细的话，可以自己按暂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第二个要求就是它的市值要大于1亿美元以上，就是市值是有要求的。那再来就是它的流动性的部分也有进行要求，就是它过去3个月的日均成交值要高于50万美元以上。再来就是它财务的部分，而说过去12个月的 ROIC 要大于0，然后股息的部分的话也要发放，然后有进行这个财务部分的一个筛选。再来就是 ESG 的平衡，它会剔除 ESG 指数大于40分以上的一个公司。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是成立于1992年，然后总部是在荷兰，然后是一个全球领导 ESG 研究机构之一啦。那如果各位有投资美股的话，应该知道晨星这家公司，然后它就是晨星集团里面的其中之一员。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蛮权威性的一家公司了。那它的评分方式，它会将 ESG 的评分从0到100。那你分数越高的话呢，你的风险就是越高。所以它这边是筛选40分以下的公司。好，再来就是它所筛选的成分股呢，每一个成分股的比例不能高于 20%。那前5大的成分股总和呢，不能超于 65%。所以就是防止像是0050这种台积电一个股票就高于 50% 的一个情况发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风险报酬等级的部分。它风险报酬等级呢，就从 R1 到 R5， 总共分为5个阶级，从低到高。那我们的这档 ETF 它就是 R5， 就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档 ETF， 它是属于一个积极成长型类股以及波动风险较大的一个投资标的。那它主要就是单一的国家基金，就是我们台湾的国家基金嘛，然后主要是分散在半导体产业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 ETF。那如果各位要投资一个比较低风险的部分的话，就可以看 R2、R3 的部分，而它就主要是属于一些债券方面的，一些国家债券或是企业债券的一些 ETF， 那它的风险的话呢，就会相对较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ETF 它的配息的部分。它的配息的部分的话是1月、4月、7月、10月进行配息。那他们官网的话呢，写的是蛮多的啦，但是我们主要看的话呢，就看3档就够了。因为它主要前3档 Top 3的一个持股比例就高达 50% 以上，所以我们就主要看联发科、台积电跟联电它的一个股息发放的程度是如何，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档 ETF 它股息发放会稳不稳定。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联发科已经连续22年配发股息，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是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它的配发股息的样子。它从2006年到2010年最高的时候到了每股配发26元，但是它之后呢，它的股息就逐渐下降，出现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联发科它虽然说它22年配发股息，但它配发的股息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的。在2013年的时候，甚至一股只有配发 0.5 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的股息部分，它从2009年到2014年都是3块钱，都没有成长。然后直到2015年之后呢，又开始陆续的成长。所以台积电配发股息的话呢，虽然它已经连续配发30年了，但它股息并不是一直成长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Top 3的联电的部分，它是连续发放12年的股利。那主要是它2009年的时候让股市大危机它是中断了发放股息那之后呢，它要持续发放股息，但是我们看它后面发放股息的样子并不是非常的稳定这边 Kevin 是想要表示，如果各位想要投资一个股息股，然后来创造被动收入的话，这档 ETF 感觉是不太适合的。各位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们要投资股息股，你们想要创造一个被动收入，你们认为你们投资的标的要有几个特征？ Kevin 认为是要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股息一定要持续发放嘛。各位一定不会希望说我退休的时候我的股息万年走断发放，那我今年就没有股息可以收了，一定不希望嘛。那第二个就是股息要越发越多因为如果股息没有越发越多的话，它就无法抗通膨，就等于说你的购买力会持续的下降。所以如果各位要投资股息股的话，基本上我认为要有这个2个条件只是台湾如果要符合这2个条件的公司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我记得应该3家不到啦。那如果是投资美股的话呢，这种公司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这种如何创造股息被动收入的话呢，可以点击上方这部影片连结，那我有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这边如果各位是想要创造被动收入，那我认为这档 ETF 就是不是这么的适合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的它的报酬它最近5年的一个报酬率高达251%啊，是非常非常的夸张哦。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曲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性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从2018年赚，然后到2019年要跌的时候，就是跌了非常非常多，以及它到最后主要是2020年疫情来的时候，它的一个反扑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大才会造成它的这个报酬率非常惊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相对于美国的 S&P 500指数以及 QQQ 这个科技 ETF 来讲，它的一个报酬率是如何？那我拉的年份的话呢，是从2020年的12月11日开始拉起主要就是我发现它前面的资料拉不到了，可能是因为它2020年12月8号的时候才发布这个指数所以它前面的资料的话呢是没有公开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2020年12月11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半年的时间它的报酬率的部分，紫色线的部分的话呢是 S&P 500指数，粉红色的话呢是 QQQ 这个科技指数然后黑色线的部分的话是 TSM， 然后那深黑色这条线的话是我们这档 ETF 它所追踪的指数。我们会看到这个指数它的绩效是完全超越这3个标的的，不管是 S&P 500指数还是 QQQ 或是台积电的一个绩效好，我们现在看完了这个指数它的历年的绩效，接下来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巴菲特曾经说过，投资有2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亏钱，第二个原则就是遵守第一个原则所以呢，我们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在风险上面。那接下来我要介绍投资这档 ETF 我们会面临的5个风险。好，那风险第一个就是类股过度集中。好，这档 ETF 它就是标榜台湾的半导体指数，所以它的风险呢就是集中在台湾的半导体，不管是上游、中游、下游，我的 IC 设计、晶圆代工或是封装测试，全部一条龙的全部囊括在这档 ETF 当中。所以只要台湾的半导体它发生了什么问题，或是呢中美贸易大战牵扯到有关半导体产业的话，那这档 ETF 的波动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各位要投资这档 ETF 的话，我认为它投资的比例不要太重，因为它毕竟它全部集中在半导体这个产业，它风险控管方面的话不是这么的优异再来就是风险第二个，市值太小 and 流动性的风险。那这档 ETF 呢它是还没有上市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它流动性是好还是坏，但是市值的方面的话呢就非常的重要。如果这档 ETF 呢它上市以后它市值非常的小，如果它市值小到基金公司入不敷出的话，那这档 ETF 就会被强制下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时候就有5档 ETF 下市了，他们主要就是因为规模太小所以基金公司让他们下市。还有一个就是净值小于2。什么叫净值小于2？如果你这档 ETF 的净值小于你公开发行价格的 90% 以下，那就会强迫下市。什么意思？就像是00891这档 ETF 它的公开发行价格是15块，所以如果你的净值低于15块的话呢，那你这档 ETF 就会被强制下市但是通常这种追踪市场指数的 ETF 是比较不会碰到这个状况第三个，政治政策风险。那各位知道台湾以前也算是一个太阳能岛国有中美金国硕绿能达人、旭晶等等这些企业，但是现在为什么太阳能在我们台湾好像就是已经消失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政策风险。我本来想说是科技风险但是我认为它比较偏向于政治风险。怎么说？各位知道大陆吧？大陆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有进行产业的补助太阳能产业的补助，那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销价竞争。各位可以想想看就像是你是一个白手起家人，然后你的对手呢他是一个富二代，然后你跟他卖同样一个产品，然后他的产品的价格呢硬生生只有你的价格的1/10，那你要怎么跟他比？你就比不了嘛。就算他是亏本，但是他有爸爸在资助，他就是可以把你打趴所以台湾在那个时段就是被中国大陆因为他们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补助导致台湾的太阳能产业完全无法竞争全部倒光光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或者是英国、德国的太阳能产业基本上都倒了一片所以说如果我们集中在某一个产业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国家它用一些政治的关系、一些政策的关系进行补助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非常大的风险。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这报道写说谁杀了台湾太阳能矽晶圆产业。那如果各位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搜取这个文章，我觉得他写的还蛮不错的就是有关于政治风险虽然我们台湾现在半导体产业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盛况，但是谁知道我们会不会再遇到太阳能矽晶圆产业的这个问题所以各位在投资这档 ETF 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个政治风险好，风险第4叫做折溢价风险。那折溢价风险如果各位想要看更详细的话，可以看我上面这部影片。那我这边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那 ETF 的话呢会有2个价格，一个是市价，一个是净值。那市价就像是我们交易的时候那个价格那基金公司呢它会想办法让市价趋向于净值因为净值就是我们的指数的表现。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个套利的行为。那我们就以这个案例来看首先这个市价是红色线的部分，然后净值的部分是蓝线的部分那市价大于你的净值的时候呢，这时候
法人机构或是一些大户，他就会从初级市场买入 ETF， 然后拿到次级市场卖。然后我们一般散户交易 ETF 的地方就是次级市场，所以我们次级市场就会投入非常非常多 ETF 的筹码。那这时候呢，就会造成这个价格下跌，所以你的溢价呢就会收敛，趋向你的净值。那如果是折价的时候呢，就是你的市价低于你的净值。这时候呢，法人机构会从次级市场买入 ETF， 然后从初级市场卖出 ETF。那之后你的市价呢就会趋向你的净值，就会上升。所以如果各位在投资的时候呢，发现它是大幅的溢价的时候呢，Kevin 认为是不要贸然的进场因为你大幅溢价的话呢，它的市价一定会趋向你的净值。这时候你在进场的话，你就是买在一个偏贵的一个价格。好，接下来第5个风险就是费用率的风险。首先它的经理费的话是 0.4%， 然后保管费的话是 0.035%， 那指数授权费的话是 0.06%， 那它的上市费的话是 0.03%， 加起来总共是 0.525% 啦。它是高还是低呢？各位可以看一下0050的话呢是 0.43%， SPY 的部分就是美国500大企业它的 ETF 的部分的话，它费用率是 0.09%， 所以它的费用率的部分的话，相对于其他2个 ETF 来讲都是比较高的。那各位就要自己评估一下，你能不能忍受这种比较高的内扣费用，因为这个内扣费用呢是无形之间就会吃掉我们的获利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自我评量的时间啦。首先呢，哪一个风险是你最难以去接受的？ A. 类股集中风险， B. 市值太小还有流通性的风险， C. 政治政策风险， D. 折溢价风险，还有 E. 费用率的风险。好，那第2题就是对于投资美股分散风险，各位有什么看法？主要是 Kevin 想要调查一下各位对投资美股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想要学习投资美股，然后降低类股集中风险。因为我们台股的部分的话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科技股。那如果各位想要投资一些食品业啊、医疗产业的话呢，台湾好像没有什么标的可以投资。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大家想要去投资美股呢？那如果是的话呢，可以选择1。好，那第2个，想要投资美股是因为美股有非常多股息稳定成长的企业可以供你选择。超过20年发放股息并且增长的企业超过50间以上啊。好，第3个就是2个都想学，不管是台股还是美股都想学的人，可以选3。或是你们有其他意见的话呢，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 Kevin 分享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定期的分享有关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在这个频道当中，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咯，拜拜。